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然后这里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买不到啊。然后另外一点，你所有东西都是自己扛上去的。我叫邓雪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跟雪山有关的话题。说到雪山，其实最早前一次，一个小伙伴无心的一句玩笑话，那当时他说要不要一起去登个雪山，又哭又飒的那种。当时对我们来讲，那就说走就走吧。可是对于当时的心情来讲呢，其实我们当时的感受是最悲观的乐观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对当时的我而言，其实已经有8年左右的登山和长跑的经历，但是临行前的1个月，工作的任务呢忙到飞起啊，基本上在出发前2天还在没日没夜的这个赶标书。如果说得上当时唯一的运动呢，可能算得上就是爬楼梯了。所以呢，当时其实觉得，如果针对于当时的运动量而言呢，登雪山的体能是完完全全不足够的。那二来呢，我相信在场有很多人其实都有使用这个智能手表的习惯。那这个运动手表有一个很变态的功能呢，就是它这个不断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呢，在告诉我们，其实你的身体已经达到一些临界的极值。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反馈来讲，他说我的身体电量其实已经基本上消耗殆尽啊。那么我的感觉是，它像是类似于一种上帝视角在告诉我啊，这个世上无难事啊，只要肯放弃。那么我的这个最终的乐观和自信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我想如果用达尔文的一句话来去说，或许最为贴切。当时他说，无知比知识更容易产生 confident， 也就是说无知比知识更容易产生自信，妥妥的这个无知者无畏嘛。那如果说还有什么客观的原因最终决定了我踏上了这个旅途，那我想应该就是临行前2周不能去退款啊，那这个也给我带来了这个旅途无法更改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终归来讲，这趟旅程无论是对我而言还是对我的小伙伴而言，其实它都是人生中一个弥足珍贵，对我们来讲也是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世界这么大，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再去一次。在登雪山过程之中，我们的感受还有包括我们的经历，一幕幕好像就还是在昨天。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在登雪山中2个跟心理极限有关的故事，以及呢它所带给我的一些启发和思考。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心理极限的边界。我们攀爬的这座雪山呢名叫都日峰。都日峰海拔5437米，它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它和西北面的雪宝顶同属于这个岷山山脉。那么都日峰的西面呢，它常年被这个冰和硬雪覆盖，它的其他3面呢都是相当破碎的这个碎石坡。我们当时的这个行进路线呢，是从海拔3100米的这个拉米村，再到这个4100米左右的大本营，最后到达海拔4700米的这个 C 营地，然后最后是冲顶。那么我们在整个的行进路线里面呢，从拉米村到大本营，再到这个 C 营地，我们是分了2天的这样一个路程去进行这个徒步行进的。那对我们来讲呢，最大的挑战除了这个魔鬼天气之外呢，那还有就是来自于这个高海拔，这个海拔的不断的一个变换，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考验。那另外一点呢，它跟传统的徒步相比，还有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是说，超长距离徒步对体能来讲，它的这个不断的进行这样的一些挑战，比如说对水的这个我们对水的这个需求啊，还有包括呢我们对这个极低温，还有包括这个身体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负重的一些这种不同层面的一些感受。那么我们翻越了一个还有下一个的看不头的这样的一些山峰之后呢，
我们从最初的这个兴致勃勃的这个谈天说地啊，再到之后的大家感觉其实已经非常疲惫了，基本上就是鸦雀无声的一个低头赶路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整个当天的行进呢，可以说从天蒙蒙亮出发，再到这个走到漫天的一个星辰，体能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极端耗尽的一种状态。那最后终于抵达了我们这个大本营的位置之后呢，可能跟大家常规的，比如说我去马拉松跑步，或者是我去锻炼之后，我有很喜悦这种心情的这种反差是极为巨大的。因为当时对我们来讲，基本上4100米的海拔，我们到了营帐扎营，然后呢，我们第一在做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小伙伴都心照不宣的去找一个就近的位置坐下，然后呢做什么呢？那大家就开始去进行深呼吸，对吧？以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来适应当时的一个这个低海拔的这样一种这种氛围和环境。那这个时候呢，我注意到了一个当时在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小伙子，他是一个99年的一个这个小伙子，工作当时也没有几年哈。那么对他来讲呢，就是我看到他最早在成都刚刚集结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热情洋溢的人，比较爱聊天比较喜欢动员大家去这个一起吃饭或者说大家去这个之后登顶了之后怎么拍照等等，他是一个非常热情洋溢的一个小伙子。可是当时他的状态呢，却是这个一言不发整个面的部表情也是非常痛苦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呢去走到领队的这个身边，跟领队说，他说我想去睡一会。那领队跟他说这个被制止了，他说这个不行因为我们大家就爬过山应知道，就是在高海拔如果嗜睡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血液的这个血氧的含量是很低的。那么所以呢，当时呢就是领队叫他说，那过来，那我们去测一个血氧，然后所有的这个团队成员就开始都去测血氧，结果发现呢，这个小伙子他的血氧当时已经降到就是58左右这个其实在这个血氧含量里面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赶紧的领队就去给他服用了这个提升这个血氧，包括去抗高反的这样一些药物。另外一点呢，就是给他1罐2罐的这个葡萄糖，让他就灌了，就是让他赶紧喝了下去那么同时在做的还有就是不断去做这个深呼吸，对吧？深呼吸。那这个深呼吸之后呢，那他的当时的心情这个状态其实已经缓和了一些但是呢，当他听到他的这个血氧其实从最早的98降到了58之后，他的这个整个状态感觉是有点他的心态崩掉了那么之后当天呢，其实大家跟他就是包括我们的领队花了很长时间去陪伴他，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一些喝这个红景天等等，让他尽可能把身体状态，然后监控他这个血氧最后能够保持在一个80以上的一个情况之后，那就当天就进入了休息。但第二天早上呢，当大家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从第一天的疲惫中又恢复到第二天的就是这个状态之后呢，我们注意到其实他这个小伙子他的状态比前一天还要更加的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跟他就劝他说其实你已经到了这里了，那其实再坚持，然后你可以就是说能够走得更远。那另外一点呢，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有再次去测2遍左右的这个血氧，也是为了确保大家一个安全。那当然他的血氧其实已经提高到了这个第二天血氧已经提高到85%左右了可是呢，当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然后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这句话其实对我的感触是很深的，因为在那个环境中你什么都买不到然后另外一点，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扛上去的所以呢，当时可能我觉得对他这个心理年龄段最大的打击和承受是，他其实在人生中还没有那么大量的一个这种获得感的缺失，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经历。那么在第二天早上呢，他基本上是跟着另外一队人马在这个早上日出刚没有出多久之后呢，他就跟着另外一队人马就进行了下撤，也是当时我们团队里面第一个这个放弃的这样一个人，即使他仍然是我们当时所有人里面体能最好的一个，但他是第一个选择了放弃。
记得当时呢，我们回到成都之后，再次见到他，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变得再次生龙活虎了。可是呢，这个跟他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之中呢，他跟我分享了，就回忆当时的那个感受。他跟我提到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击垮他的并不是体能上的一个极限，而是他心理上过不去的一个极限。因为当他看到这个血氧仪的数值从这个98降到这个58，他基本上感觉像是自己的这个血液在一点点失去，一点点流逝。那种感觉呢，就是说生命感觉像是在一点点的耗竭，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呢，他说这种感受是最终让他选择那个节点他一定要离开的原因。所以对我的启发在是说，心理极限呢，它其实是就是每个人的心理极限其实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心理极限呢，它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也限制了他体能极限的一种边界。那第二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心理极限的一个突破。从送走这个小伙子，目送他离开之后呢，我们整个团队呢又继续从当时4100米的这个大本营向这个4700米海拔的这个 C 营地去行进。那么这段过程之中呢，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渡劫般的一种感觉来形容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它的海拔更加的在不停的上升啊。另外呢，我们经历了就是说不同的这个山域，还不同的这个天气啊，一会儿这个大雪下大雪，一会儿呢又会下雨。那么还有时候呢，就是说地面的这个雪的厚度呢，有时候会导致我们行动的艰难。比如说这个雪呢，它如果说突然下得很大，那之前可能它这个雪是比较稀薄的，你踩下去是比较实在的。但这个雪如果下得特别大了之后呢，上面雪就会变得比较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脚就可能会陷到这个里面，然后增加这个行进的难度。那另外一点呢是说呢，就包括这个如果突然间这个气温呢就开始上升，那有一段路呢，它就会因为本身下过雪之后呢，它又会变得这个湿滑和泥泞，所以呢，我们的鞋呢经常会因为这个阳光出来之后呢，这个脚踩到了那个湿滑的泥呢，还要再从里面再往上拔，这个增加这个鞋的这个重量感啊，这种感受就是说，对体能的考验，说实话是我觉得是非常的难以想象的。那么经过这个完整的这个渡劫般的一个长途跋涉之后呢，我们最终还是抵达了这个4700米的这个 C 的营地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C 营地呢，C 营地这边呢就大雪就基本上完全被大雪覆盖了。那么有点像这个白雪公主童话世界里那种感觉啊，美轮美奂。所以当时呢，这其实是一个视频哈，因为播放不出来的原因啊，所以就只能让大家看一下。所以到 C 营地之后呢，其实很多小伙伴第二天呢，因为我们大家要进行冲顶之前的一个休整，包括呢大家这个登顶做成一些配合的训练，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在一个休息的一种状态，休整一种状态。那么很多小伙伴呢，就借此机会呢去进行这个拍照啊，包括录像啊等等，所以呢就是可以大家借此看到一个当时的画面啊。但是和大家这种放松的心情相比，极大的反差的这个在哪呢？在于我，因为这边呢，可能是因为这个高海拔，这个突然之间的这个低温的原因呢，所以呢，我很不幸的在这个这么高4700米的海拔地方呢，我感冒了。而这个感冒和发烧，对我来讲呢，是我可能人生中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经历。那这种经历里面来讲呢，就是说，我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就第一，我头很疼啊，我这个头痛欲裂的那种疼痛啊，我认为它其实最早应该是属于是这个高反啊，就是感冒加重了这个高反，导致了我当时一个剧烈的一个头痛的一个现象，一个状态。那第二一点呢，因为我本身之前的话就有一些轻微的鼻炎，我相信就是可能大家得过鼻炎应该知道，就感冒如果说引起鼻炎是很正常的，比如说你打几个喷嚏，可能你的鼻炎就复发了。那么当时对我来讲呢，我就是这个其实也就打了几个喷嚏，再加上这个感冒发烧，然后我的这个鼻炎的症状就更加的严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鼻子呢就举个比喻吧，就可能有点像当时这个北京，我不知道大家想北京这个4环的下班高峰期堵车那种，我当时那个鼻子里面就感觉是完全被堵住了，根本就不通的这种一种状态。所以我当时怎么办呢？因为我要呼吸啊，所以我就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用嘴巴张着嘴，不停的用嘴巴去吸气。
这个感觉就比如很像我们，比如以前初中或者高中当时做那个肺活量训练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你要大口的这个猛地吸下气，然后你再体验肺活量。但当时因为为了需要氧气，需要这个呼吸，所以呢就不停地用嘴巴呼吸。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嗓子是非常疼痛的啊，然后呢疼痛同时还会又引起一些连锁反应，就比如说咳嗽。对吧？咳嗽了之后呢，这种咳嗽通过咳嗽让这个肺的这个起伏能够增加，能吸入更多的一些氧气。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呢，这个一个是在极高的海拔，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基本上导致我身体一些基础的不适感全部都暴露出来。那么除了这个身体上的一种病痛之外呢，我觉得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呢，其实来自于2点，一个是极致的冷，一个是限量的水。极致的冷怎么讲呢？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之前经常跑步的，或者说跑过马拉松的等等一些这个小伙伴，可以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有没有。谢谢啊，还真有。那么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当时甘肃兰州那边发生过一次，就是这个超长距离的一个越野跑。当时有在这个跑步圈里很厉害的这个大神，其实在跑步的过程中，因为这个长时间的背阴面的攀爬和跑步，所以导致他离开了，就是离开了。当时对于越野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轰动。那么其实当时在这个4700米的海拔的过程之中呢，我也感受了一下这种湿温带来的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它这种感觉呢，其实我们可以形容，就比如它是先开始是冷的。冷了之后呢，就当时我们会感觉到身体的一些疼痛。为什么？我们就比如说它很极冷的一些环境中，这个体液循环会变慢，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啊，然后进行收缩。所以最早的一种感觉是疼痛。当时因为我感冒嘛，发烧，所以我蜷缩在这个睡袋里，把我能有的衣服全部都裹到了身上，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暖和啊。那么冷到第一种感觉就是痛。除了这个攀爬登山的这个各种痛之外，那还有一种就是我感觉浑身都很痛。那么第二种感觉呢，就是说，当我想极力克服这种痛的时候呢，我会选择握紧自己的手，然后呢，包括我觉得我所有的身体的这个各个的关节，我都在想办法让它能够握得更紧，就是能保存我身体的能量。那么痛到之后呢，我的第二感觉就是什么呢？是麻木。我感觉就从脚开始呢，那种冷的感觉在慢慢退却。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像小虫子在爬像小虫在爬在脚尖的那种爬的那种感觉。它那种感觉还跟痛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你感觉不到那么的痛。那第三种感觉，当我觉得这样不行，我觉得这样很危险，我当时开始有点害怕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最怕的感觉就是说，我会对这种痛或者是这种麻木会失去感觉所以呢，但是我知道这最后一种感觉应该就是这种无知的一种就没有知觉的一种感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水。为什么说到水呢？水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在高山上这个喝水的这样子一种经历为什么？因为以前我登的这个不管是越野还是说徒步其实我们经常会攀爬到一些农家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买水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有带水的，比如带个红牛带瓶水我就上去了。但是呢，在雪山上所有的饮水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高山上的这个雪融为水，它是要等这个太阳出来之后，雪化成了水，然后呢，我们再把水通过我们带上去的这个烧的这种器具，就那个炉子，然后把它烧开之后，我们再放到一个个的这个保温杯里，然后呢，才储备当天晚上能够喝的水。所以这个水呢，在这个高海拔的地段之中呢，它其实是我们非常非常渴望，就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会有一天我会对水有这么大的渴望，但是在那个海拔，然后那样的身体状态的条件下，我发现我特别特别渴望的东西就是水，而且呢，最好是热水，是那种能够一直喝的那种热水好，那我前面还要讲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高海拔湿温的一种情况下，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关于这个睡眠。那在睡觉的过程之中呢，
因为呢，我们应该都知道，其实我们是需要背着这个睡袋到了这个高海拔，再搭帐篷，对吧？睡在这个睡袋里。以前呢，我没有发烧之前，我认为其实我穿的越多，再加上睡袋，我应该是会更暖和的。但事实可能正好跟我的想的情况相反。当时我在这个发烧，而且喝了很多热水都不降温的情况下呢，我的领队就跟我说，你这个睡袋的睡法是不是不太正确？那我就在问他，我说为什么呢？他跟我说，睡袋里其实不是你穿的越多越暖和，是你穿的越少越暖和，因为这个羽绒呢是要跟你的皮肤接触的。如果跟你皮肤接触之后呢，它的这个热才会真的能够让你感受得到。所以呢，当时即使在那么冰天寒地的情况下呢，我听从了这个我们领队的话，所以呢，我就在睡袋里面呢，我尽可能让自己的这个肌肤能够跟这个睡袋能有更多的这个接触。果不其然，当时一方面借助这个水的喝了很多的这个热水，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开始就是说真的让自己跟这个睡袋的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那所以呢，我开始在半夜左右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身体开始去有出汗的迹象了。那我觉得就是说慢慢有出汗的迹象之后，我们都知道其实有出汗迹象就说明你的这个散热功能开始趋于正常了嘛。所以呢，当时那一天晚上反折腾了大概10几次，就来来回回从我们这个主帐和我跟我那个小伙伴的这个帐篷，其实中间就隔了5米，但是这个5米我干了大量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是光穿衣服，对吧？你这个从外面是极冷的，所以你要穿上的衣服，包括你这个对吧，保暖的衣服还有包括抓绒的，再加上防风的帽子戴，所有事情行头全部装上，也得10来件的。那全部穿上之后呢，你跑到主帐里把水拿过来之后呢，你要去睡袋里继续保暖，那么你又要让自己身上尽可能减少所有的衣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10几次那我觉得当时其实呢，脑子里唯一能想的就是我需要喝水其实那个时候想不到任何的感受，就是会怎么办呀？会怎么担心啊？然后会不会真的会出事儿啊？其实这种是很自然会发生的一些想法尤其是当这个就是这个痛感，尤其是刚才前面我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失温带来的那种感觉，最早是痛，然后是麻木。尤其当我其实这个痛感的感觉，为什么我放了一个这个鞋子在这里我相信如果说现场我们有经常登山的小伙伴，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触。如果你长距离的登山，其实你对这个脚的如果是行进了1天或者2天之后，你再脱下你的那个登山鞋的时候，你的脚是肿的。而这个肿的话呢，在你第2天再次穿上这个鞋的时候，是非常痛的尤其是像这种雪山的登山鞋，它因为是防雨防水的，所以呢，它那个外面的壳非常坚硬。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第2天再行进的时候，你再穿上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天哪，非常的疼痛。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当我们行进了几天之后呢，这个脚趾，尤其是大拇指在这个挤压过程之中，这个指甲盖经常会变黑就是因为它受压力的这个作用，它会变黑，然后会挤掉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很多像登山之后呢，你就会对你身体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可是呢，为什么我说这个痛感是当时最美好的感受呢？因为比起就是你慢慢失去感觉，变得麻木，或者说你慢慢这种感觉都不存在了，痛其实是当时我们觉得最好的证明自己在活着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就是当我们比如在行进过程中，如果遇到会有失温的感觉呀，会有不适的感觉，其实有时候呢，我们会主观意识的掐一掐自己，或者跺一跺脚让自己找到身上其实那种疼痛的感觉然后呢，让我们继续就有撑下去的一个力量。好，所以这个图呢，代表其实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呢，其实对我来讲在这个4700米海拔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睡了一个穿了最少的衣服，但是我睡了一个最温暖的觉因为这个睡袋的一个作用，它其实就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总结来讲，心理极限的突破呢，它其实会引导这个身体极限的一个边界的一个扩大这个是当时对我自身来讲一个身心最大的一个感触。这个原本是一个视频可能
它这个放不出来哈，所以呢，就是最后呢，想跟大家总结送给大家一句话，也是送给我自己，那就是其实呢，人生这是一场不可重复的一个经历，那无论是风雨还是这个晴空，那它都是值得的，谢谢大家。